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首先呢，要先来一个颁奖典礼。我今天开箱的这个奖牌呢，在去年我报名了比库瓦的锹形虫世域纪录。像我去年报了4种的锹形虫，就是台参、栗色、毛栗跟犀牛叉角。它每一种虫里面，它其实会做评分。那你的评分有超过4.5颗星以上的话，它就会给你一个证书奖牌的呢。所以其实去年我总共报名4种虫，也只有这一只栗色深山有获得4.5颗星以上的肯定，所以就有这一张栗色深山的奖牌，超赞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主题，今天是4育屋，那当然就是要带大家来开挖一些锹形虫，带大家看看我们平常在养甲虫都会做哪样的事情哦。今天我们要开挖的这一只呢，是非常热门的鹿角，它叫做云顶鹿角。那也有人叫它迪迪尔鹿角，那是因为它的学名 Didieri， 所以也有人叫它迪迪尔鹿角。好，那这只云顶鹿角其实也是一个测试，因为我在它山林区分它是公虫以后，我就直接给它准备了这个超豪华饲育箱哦。这个容器是4500cc， 一般我们用到这么大的一个容量，就是通常是比较大只的大兜虫。那这个呢，我也是做测试，说如果给它大一点的容器，能不能有很不错的表现哦。不过这只非常出人意料的是，我换下去没过多久，10月换，2月就看到它已经变成前蛹了。所以其实它在里面待的时间并没有超过4个月，加上它做蛹室的时间，等于说它进去只吃了一点点的时间就化蛹。那一般我们养云顶这种很快化蛹的，它没有办法很大只。不过这一只那时候量前蛹就已经有14.3克的前蛹，那现在确定它化蛹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把它拿出来看看，帮它测量一个重量。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来帮它做一个人工蛹室，帮它挖一个人工蛹室。云顶鹿角它目前的饲育记录是86mm，8.6公分的一只超大只鹿角。不过要把云顶鹿角养大其实蛮不容易的，养到8公分就已经算是非常好的表现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开挖看看这一只它的表现如何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颗的蛹其实是大型的哦，从那个晶莹剔透的感觉判断，应该是刚化蛹不久。那因为它刚化蛹不久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。轻轻的把它的蛹室拆开。因为这只我就已经确定我要帮它做人工蛹室了，所以蛹室稍微有破坏，我们也就比较没有关系。OK， 好，超棒的，来看一下吧。这只其实我们看它那个透明的程度就知道，它才刚刚化蛹不久，大概是1-2天的时间。要非常轻柔哦。把木屑给吹掉。它卡在它的那个手脚的牢笼里面。好，对了 ，OK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先测量一下它的重量，因为重量是我们一个很好推测成虫大小的一个基准。来咯，轻轻的把它放上来。14克，对，这只的蛹就是刚刚好14.0，会根据它的身形啊、牙长都还会有一点点浮动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一定是一只77以上、77左右的一个表现哦。那如果牙够长、身体够修长的话，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到8公分。那这真的是很大只的云顶咯。通常我们这么快出来的云顶，它会比较小，可能就是那种6公分左右的小云顶哦。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有这样的表现，就真的是很让人期待哦。然后后面它的同批兄弟都还在吃，所以哇，又是给人无限的希望啊，无限希望的感觉。今天我们就来示范怎么开挖一个人工蛹室。好，请他在旁边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来帮他做一个新家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的事就是来帮他制作人工蛹室。需要的物品就是第一个是插花海绵，插花海绵就是它的主要形体，可以很方便我们塑形，然后很重要的是它可以保湿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来挖蛹室咯。大家如果第一次挖蛹室比较不确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比照它原本蛹室的长度跟宽度，我们来做一个参考。像这个蛹室，它的末端在这里嘛，
那它的勇士有这么长哦，这个勇士很长哎，大概有这么长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比一下。好，那很显然，如果要挖到这样的一个长度，这一段就不够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，这样子来做它的勇士。所以这次我们就是会用到两格的插花海绵。插花海绵确定，我们就来帮它切开。像这个还有一节的啊，下次都还可以用到。OK， 这一段我们就下次用。比较小型的虫，其实这样一颗就够了。放旁边。今天我们要来挖的是云顶鹿角的勇士。宽度其实是我们在做勇士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因为宽度是决定它蛹在里面能不能翻身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。长度很长倒还没有关系，可是如果你宽度太大，它就没有办法转身，那就很容易羽化失败。所以我们就先画个大概，它的长度我们就先抓这么长 ，OK。那宽度我们就是先从小的开始挖，慢慢的把它往旁边塑形塑大哦。好，那它其实勇士啊，它是会有一个倾斜度的，就那个蛹会稍微屁股会比较低一点点，然后头那边会高一点。那我们在做的话，我们也稍微要做出那个倾斜度出来。所以像这个呢，我们就把这一段当做它的屁股的部分，那我们就这边会稍微往下挖一些，然后呢，上面头的部分呢，就会比较让它留得高一点点。那做勇士，双手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哦，因为其实你用汤匙是不太容易塑造出比较细微的形状。挖出它的空腔以后，再来就是要靠你的双手去把它给好好的挖出形状来。我们每挖一点就是清理一下里面的屑屑，然后有没有很快这个形状形体就塑造出来了。很快啊！那当然，大家第一次做或是比较新手，就是练习做勇士的时候，会要慢慢去摸索，就会有点害怕形状啊等等的。但是你越挖越久以后，其实你大致上都可以做出锹形虫它们勇士的一个形状来，超快的，我们就已经把它整个勇士的弧线跟线条做出来了。我们在下一步要拿去冲水，这样才能够模拟它就是土壤有湿度的状态，蛹才不会干掉。干掉是非常危险的，会羽化失败。这个就是冲完水，让它整个浸透以后的模样，可以看到。干的是比较浅色的，然后你整个吸饱水以后，它就会变成深绿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适合的容器，把它的勇士给安置进去哦。那今天刚好是独立一只的，我们就选用这个透明的滑盖盒，刚好可以一只管理一颗蛹这样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大小，这样合不合咯？宽度要稍微调整一下。那我们就把它裁切一下。其实你才是厨师吧 ？Chef 皮，这个就可以让它刚刚好的放进来。哇，根本完美，还不太会晃，超棒的。OK， 这样就完成啦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来把蛹给放进去咯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蛹登场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勇士里面咯。那一样放的时候，轻柔、轻轻的靠下去。OK， 好不好？这个就整个是很完美，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就可以在里面自由的
翻身，这是它原本的勇士，然后我们就帮它做了一个人工的勇士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当然，我们的云顶鹿角大只的蛹，这颗还蛮值得期待的。然后就把它的标签给它 ，OK。那既然都开挖了前蛹，我们今天就刚好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超棒的哦，这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这种呢，它叫做鹿马围棋巨锹形虫，没错，它是巨锹哦，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种类哦。因为它虽然是巨锹，但是大家我们可以看出来哦，它长得超级像燕锹的，它超像鬼燕。我们注意它这个眼睛后方有非常多的褶皱，非常多的皱纹，是它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特征哦，就跟燕锹很类似。到前胸背板上面都还会有。OK， 然后呢，它的大颚非常的厚实，是这种圆圆壮壮的，像是鬼燕一样的感觉。而且呢，它跟鬼燕一样，它也会有短牙、中牙跟长牙。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巨锹哦，然后侧边是比较消光的部分，它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处，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相当特立独行的巨锹。那鹿马围棋它其实要养到长牙非常困难哦，它的繁殖跟饲养其实蛮简单的，好生好养的种类。不过要养长牙就真的是有难度了。那去年呢，其实很棒哦，有养出2只的长牙公虫。那时候也是在测试阶段，就想说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我养出这样长牙的表现？然后那次我就没有挖蛹，所以我也没有记录到它蛹的样子。那今年呢，同样我也是测试了一些方法，就是还在尝试中，看看到底能不能养出长牙的鹿马围棋哦。现在终于成功了。它已经化蛹了，我们来先直接跟大家分享成功的长牙鹿马围棋的蛹哦。好，就是这一颗就是长牙鹿马围棋的蛹。来，我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哇，看出来吧？很明显的长牙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牙型表现哦。可以看到有没有？那这只就是真正的长牙，完全没有内齿，它的前方一样会有2个小齿，但是中间就没有内齿。哦，你的手很危险，好，小心不要让它去勾到它，勾到就再见了。对，那这一颗呢，就是长牙的鹿马围棋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这次很开心的来跟大家分享长牙的鹿马围棋化蛹的阶段，第一次记录到了。之前就没有拍到这个阶段，非常开心的一个成就哦，就是至少有稳定的开始出长牙。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其实即便是因为它算是蛮多产的，它有时候一生可以生个30-40只以上。像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，真的大只的长牙都是最后才羽化，前面都是出一些短牙、中牙，然后还有甚至那种比较过渡牙的中长牙，到最后几只才有长牙。基本上这个长牙，它的重量要到达一定的程度，大概是18到20克以上，会比较有机会长牙。那另外呢，也是要拖比较长的时间，才有养出真正的长牙鹿马围棋。目前这只除外，还有2只刚做好勇士，希望也都是长牙哦。这样子呢，就可以更确定的能够不断的养出长牙的鹿马围棋。鹿马围棋音译直翻的名字，相当奇特的名字，也是一种相当奇特的巨锹形虫哦，很特别，它是巨锹形虫。像人工勇士啊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勇士看起来就比较旧。一个挖得好的人工勇士，它其实可以重复使用个大概3到5次以上，要看整个勇士的状况。像这个呢，都是使用过的勇士，我就继续重复的使用。然后这只是高砂深山，哦，它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屏东产的高砂深山。那它看起来也快要羽化喽，应该这2天内就可以看到它变成成虫的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跟大家分享，首先拿到奖牌啦，我的绿色深山锹形虫的奖牌非常棒哦。那看看今年还有没有更多的锹形虫可以去挑战纪录哦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只超快的云顶鹿角，而且体型很大哦，很值得期待。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介绍一种很独特的巨锹形虫，它叫鹿马围棋巨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
再次养出了长牙的路马围棋，超棒。超赞！后面2只如果还有持续长牙，以及它们羽化以后，再跟大家分享完整的饲育记录呢。那时候再一起附上给各位。那今天的饲育物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皮条很自然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